Hello，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大川法师哈。那么最近呢，刚做了一期就是大川法师为什么不红啊？我打算做一个系列啊，有一个那个 Cow King 呢又来了啊，母牛王啊，他说这个看得不过瘾啊，还不够啊。我告诉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后面还有好几集哈。但是呢，做了这个视频之后呢，感觉到啊，这个受到网友的很多鼓励啊，说你这个视频做得不错啊，大家很喜欢啊，那么就感觉到心里暖暖的哈。有了你们的评论呢，就支撑我能够做一些更好的一些视频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讲一下这个有关 YouTube 和 TikTok 一个算法的一个问题。根据《弱传播》这本书里面所写呢，就是传播这个东西呢，最重要的是客体，而不是你的主体。就是说你自己想要传播什么东西，你有什么想法，这个东西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在什么样的媒介和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媒体去发布你的这个信息哈。就算你做的这个东西再好，质量再高，但是和你平台的属性不符合的话呢，那么依然会产生传播不好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在做这个行业分析的时候呢，我们就把 TikTok 和这个叫做 YouTube 这样不同的平台，然后为什么这两个平台会产生这样不同的这个视频的这个作品，然后呢做一个分析。如果你是一个 UP 主哈，那么你就应该知道你在 YouTube 上主要应该投放什么样内容的东西。我们就说 YouTube 和这个 TikTok 它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哈？我们讲三个地方哈。那么 YouTube 的推送画面呢，我觉得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呢是标题哈，就是你的标题起得够不够吸引，然后还要看一个什么，就是它的发布时间哈。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播放量哈，就是说这个视频到底有多少人看。所以呢，你去问所有的 UP 主呢，他们都会有同样一个东西告诉你，就是叫黄金48小时，就是你做了一个视频之后呢，大概在48小时之内呢，就已经把你90%的播放量都已经占据了啊。如果你和我一样也是一种业余的 UP 主，其实呢，我是可以给你一个建议，就是你每周呢应该做2到3个视频呢，就是每隔48小时你做一个视频，基本上就是比较合乎效率的一种做法。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 YouTube 的一个特点。然后呢，我们讲这个 TikTok 啊，如果你们觉得 TikTok 就是因为他们视频特别短，然后呢这个 YouTube 呢就是视频比较长，然后你们以这个角度来分别 TikTok 和这个叫做 YouTube 的话呢，我觉得呢是比较业余的。我对 TikTok 的第一的感觉呢，就是它的视频短而且精哈，它尽量的提升了它的视频的质量哈。TikTok 你在看的时候呢，它会给你几个感觉。第一个呢，它的视频呢是没有标题的，它不是标题党哈，就是它虽然是有标题，但是你基本上是不会看标题的，你直接看的就是它的画面。第二个特点呢是 TikTok 呢是不显示播放量的，它是显示喜爱数哈，它这边有啊喜爱1.5万哈，什么喜爱1000万啊什么这样的，而且呢它也没有发布的时间。有的人说这个 YouTube 和这个抖音 TikTok 都是这种视频业的这个竞争者啊，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他们其实不是同一个行业的东西哈。我个人分析之后的结果呢，就根据这上面3点的区别呢，我认为哈 YouTube 呢更接近于像头条新闻或者是头条系的这种新闻类的这个视频软件，那么抖音呢它就更接近于一个展示个人才华，展示各种隐藏在民间的高手，然后呢尽量的把你的能力呢展现给大家的一个平台哈。比如说有很多人他就认识不到 YouTube 的这个特点，所以呢他一开始做这个频道的时候呢，他有的时候呢就是想往兴趣上面去做。如果你的目的是要登录人数过1000的话，那么你首先呢你还是要跟热点讲政治哈，讲新闻。等你突破了1000之后呢，你再可以做一些你喜欢做的事情。他宁愿你的视频质量差一点，也希望你能跟上热度哈，然后能够把他的这个热点呢给他讲一下。但是呢由此呢我又产生了一个新的联想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实际上是2个时代的交接处啊。那么比如说 YouTube 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我之前呢曾经想每年都做一个就是订阅人数或者收益最高的这个 YouTuber 的这个排名哈。我本来呢是想每年都做一个这样的大点评哈，但是呢后来发现没有这个必要。为什么呢？因为 YouTuber 这个排名呢前10名基本上没什么变动啊。他们即便是排在最前面的 YouTuber 呢，你发现他的视频呢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啊。我之前呢听说这个 PewDiePie 有1个亿的这个订阅人数啊，所以呢我非常的仰慕哈，我就要看看 PewDiePie 到底是做出了什么样的神仙视频啊，到底有多么了不起。李子柒什么800多万，那已经是这个大家都高潮了，然后这 PewDiePie 要做1个亿啊，他那个视频那不是升仙了吗？然后我赶快过去看，发现他的视频做的真的是很垃圾。就是我们讲这个很早期的做 YouTuber 的人呢，他都会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说他们的粉丝数都特别
别多，然后呢，他们的地位都非常牢固。这个呢，就和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一样的，就是任何一个行业呢，最初做这个行业的人呢，都会分到最大的蛋糕。我们比如说比特币啊，那么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呢，我就画了一个图哈。那么这个呢，就是我认为的，就是过往传统社会的一个叫做收益的一个模型哈，就是我们讲这个叫做 Big Bang 啊，就是中心化模式哈，就是 Big Bang 模式哈，就是大爆炸模式。就是说你一开始呢是在这里一小部分人在那里做，然后呢等到它突然之间全网推广，然后大家都在做的时候呢，它嘣一下，然后呢你会发现它的收益呢爆发式增长，然后呢最初的这一小部分人呢，你就会发现他们特别的有钱，而且呢他们并不需要做视频做得特别的好，也不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哈，这就是我们讲传统社会的一个特点哈，就是你呢越努力呢，就是上层的人呢吸血就越多哈，他每一个行业哈，只要他创出来了，然后呢你呢一开始呢错过了这个机会，没有成为第一批吃螃蟹的那个人，然后呢你就只能在后面吃灰。因为这个 YouTube 这种对时间轴的一个重视啊，所以导致呢最早做 YouTube 这些人呢，只要他坚持到今天，他一般都有非常多的粉丝。所以这个模式呢，实际上就是为什么有1%的人拥有99%的财富的一个原因啊，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行业呢，都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来决定它的尊贵程度的哈。但是呢，我们现在呢，抖音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我们就讲画了下面这个图啊，就是这个浪潮的时代哈。那么抖音的这个算法里面呢，它没有发布时间，然后呢，它只有喜欢数，还有呢，它还会表现一个转发数哈。那么这个呢，是在 YouTube 里面是看不到的哈。YouTube 它从来没觉得转发这个事情很重要。你知道，你看视频，然后呢，你看了觉得它很有道理，但是你没有去转发的话呢，证明你没有被感动嘛，对吧？只有说你转发了这个视频，才能证明你的内心有了行动啊。对于抖音来讲，最重要的是诱发你的观众的一个行为哈，而不是说仅仅让他们看完就算了哈。他那个行为就包括这个转发哈，你不要以为转发就是一点点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呢，也是需要很大的心理动力哈。就是你这个视频真的做得不够好，质量不够高的话呢，不会有人去点转发的。所以呢，在他们的这个传媒理论里面呢，能够诱发别人的转发和诱发别人的点赞呢，才是一个视频好的一个关键啊。至于你这个视频有多少人看呢，其实根本就不重要。所以我们讲 YouTube 的模式呢，还是这种 Big Bang 的模式哈，我们讲的叫中心化模式，甚至可以叫做这个理论化模式。甚至呢，我最近想说，就是这个呢，就是叫理性经纪人假说的一个模式啊，就是我们以前经济学呢，都是按照这个 Big Bang 模式来构筑的哈，讲的都是这些，就是既得权益者一定会得到更多的利益的这个方式哈。但是呢，我最近觉得，就是现在的这个时代呢，就是抖音的这个时代呢，实际上是感性经纪人的时代哈。大家有兴趣的话，可能我以后会专门讲一下这个理性经纪人和感性经纪人的假说哈。主要是因为最近的诺贝尔学奖呢，都颁给了这些叫行动经济学啊、研究心理学的这个经济学科啊，就是包括这个博弈论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讲人类的感情和人类的感动的哈。所以从理性经纪人的世界呢，进入感性经纪人的世界呢，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改革。那么这个感性经纪人的时代呢，我把它叫做浪潮时代。我们讲在抖音里面呢，最重要的是它是有潮流，但是没有热点哈。然后呢，大家都在做这件事情哈，这就是 be a wave 哈。所以呢，其实我们现在社会当中发生的很多问题呢，表面上看好像是对政府的不满，但实际上也是这个浪潮式社会变革的一部分哈。你比如说，为什么像香港这些抗议者他们会讲的 be wave 啊，我们要像浪潮一样。然后呢，我们这个 B 站做一个视频，那叫做后浪啊，他为什么也会想到浪潮这个词儿？那么浪潮社会的特点呢，就是说它没有固定的既得阶层啊。浪潮社会的每一个最前面的人呢，他都必须要研究浪潮哈。像 PewDiePie 这种频道啊，他这个已经有了1个亿的订阅者啊，他就算每天只是放他拉屎，他都有可能有很多人看，他根本就不需要研究群众想什么。所以你就会发现在 YouTube 上面的，就是你收入越高，订阅人数越多的那些人呢，他们做的事情呢，就非常脱离社会啊。就是在浪潮时代呢，你永远不要觉得你的观众比你傻，你的网友比你笨哈，你要觉得大家都是一样的。你需要研究的呢，是他们想看什么，然后呢，他们心里面追求的是什么东西，然后适应了他们这个想法之后呢，你就可以慢慢的制造出一些新的浪潮啊。有的时候呢，你只是跟在浪潮后面呢做最小的一点浪花，但是呢，如果说你这个研究的比较好，你对人的群体行为呢有一个非常科学的认识的话，有的时候呢，搞不好你是个弄潮儿，你就站在浪的最前面哈，就是带着大家往前走哈。在过去的这个时代哈，就是 YouTube 的这个时代呢，最重要的是心啊，然后呢，在这个时代呢，抖音这个时代呢，最重要的是潮。所以呢，这就是我的一些看法。那么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做到这里嘛，下一期呢，我们去聊一下这个马前卒和斯通纪哈。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